一路上布满尘埃，风雨过后谁还在？我们都在寂寞里取暖，对现实习惯无奈，却对感情为难。剩多少人能挣脱牵绊？我们都太孤单，不够勇敢，爱的茫然，爱的遗憾，幸福走散，还庆幸自己很强悍。我们都怕承担，不够勇敢，能不能肆无忌惮？爱不过一次地狱天堂。头痛啊？喝点姜茶，头就不会那么痛了。谢谢。我看你今天在家休息吧，我回公司帮你请假。不用了，我休息下就好。真的吗？那我先走了。若琳啊，你不问我发生什么事吗？走了。这次啊，真是多亏 Yuri， 我们才拿到独家访问。对啊，就算其他媒体都批评他，把最好的消息都留给自家电视台，他都不管了。或许做人应该这样，何必在乎别人的看法？管自己的事就好。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啊！你这个混蛋！我今天不砍死你，我还是男人啊！我，你跑，你再跑，你跑！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是男人，你不要跑！哎呀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他让我戴绿帽，而且还是跟 Allen 呢。我没有，我怎么说你才相信？我亲眼看见他亲你的，还说没有。这都不关 Yuri 的事啊，是我喝醉了，一时意乱情迷才亲了 Yuri 的。意乱情迷？哦，也就是说你对我老婆有意思哦？还是我老婆也对你意乱情迷啊？老公，我没有。她是我老婆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经历这么多事，亏我把你当亲生兄弟，你这样对我，你是人吗你？老公，你冷静点，老公。我为什么有这样的老婆？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兄弟？放开我！把刀给我！我要砍死他！老公，你不要！你吓到我了！你是个宝宝了啦！什么宝宝？他不是我儿子，他是个混蛋的儿子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故意捐精子给我老婆，要她帮你生儿子，把我当笨蛋，帮你们养儿子，对不对？老公，你不要这样！我今天不砍死他，我不是男人。老公，放开我！你去哪里？是男人，你不要跑。好，你以为一走了之，什么都不必管是吗？我把你们的丑事告诉全世界。来，拍我，我要爆料。你们一定要把我说的话全部播出去。我怀疑 Allen 一直背着我，跟我老婆搞在一起。他故意捐精子给我老婆，就是要把我当笨蛋，要我帮他们养儿子。老公，亏我把他当亲兄弟，他竟然把我当笨蛋啊！你不要乱说，根本不是这个样子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你放开我！冷静下来啊！如果刚才那片段被播出去，大家会怎么看 Yuri 啊？Yuri 是怎么样的人，你应该很清楚吧？想一想帝王宴吧，那些老人家真的很期待啊。还办什么帝王宴？不办了。老公，老公。两位名厨 Eric 和 Allen 本来要在中秋节的时候为一所老人院举办一场帝王宴，让老人们享用很难得可以吃到的美味佳肴。不过这场帝王宴或许办不成了。
这是因为 Eric 家里发生了一些私事，他和 Alan 之间也出了一些问题，让他没有心情继续办这场帝王宴。我们到了老人院去采访一些老人。唉，很失望，以为可以吃到好料，现在却吃不到。真的不办帝王宴咩？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们再去跟那个名厨 Eric 讲啊，我们这些老人也不知道能活多久，难得有这个机会，不要让我们失望。看得出他们都很失望。我们真的希望 Eric 和 Alan 可以平心静气地解决事情，然后合力办这场帝王宴，不要让老人家失望。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则新闻。你昨晚是不是遇过郑爷？对啊，我们决定要做好朋友。难怪他喝得这么醉。什么？他心里一定很难受的。他很快会没事的。其实我们感情没有想象中那么深厚的。5月了，至少。一个人我在聚散，一个人走在路上，泪流下毫无荒诞。你看人家难过，也没有想安慰一下。我的心情也不好，我没有办法安慰你。那你听我说，我听你说，你安慰我，我安慰你啊。我只想一个人静静。若琳，你怎么样？很痛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好伤了。啊！送他们去医院，快！克林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一定会没事的。赶紧，你看快一点。知道了，你们撑着点啊！来吃饭了。啊，怎么又是面线呢？你们情侣的习惯真是很可怕。不想吃就不要吃。我要吃，我要吃。来，欧阳啊，什么事啊？若琳进医院。若琳伤势怎么样？已经输了血了，也打了破伤风预防针。可是他的伤口相当严重，缝了30多针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？对啊，他是为了救我才会变成这样的。其实他可以。他真的很爱你，答应我，好好对他。我知道了，我不会辜负他的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分手当初是我在逞强，一个人对谁嚣张，一个人为谁而忙。我懂了，你没反抗，是因为我不够坚强。只是我一个人，不可能要多快乐，我承认。从前是2个
要不要喝点水？来。来。对了，Yuri怎么样了？你现在还关心别人，你应该关心你自己。你这笨蛋，你干嘛要做这样的事啊？如果伤到的不是手臂，是脸怎么办？我当时真的没有想这么多，我只希望你不受伤，所以想都没想就冲过去了。对不起，我以前犹豫不决，让你很难过吧？以后不会了，我知道你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。 准备好了吗？放轻松，不要紧张。baby， 为什么你daddy他现在都不来看你，还有我？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少了一大粒，感觉轻松多了咯。真轻松还是假轻松？会不会是患上忧郁症啊？如果我老公再不来看我，我真的要患上忧郁症了。 有观众问关于帝王宴的事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些跟进报道。也好啊，我也想说清楚，这个访问真的会播吗？为什么这么问呢？我希望 Eric 看到，他就不会再生气了。你不怕被批评？我知道你们是担心我，所以上次没有播 Eric 说的那些话。不过我才不怕呢，他们要批评就让他们批评咯。我只在乎我老公。好，那我们开始了吧。 好，说一说你和 Alan 之间的关系。我和 Alan 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天他喝醉了，我看他那么醉，就去关心他发生什么事。可是他突然间强吻我，我也吓死了，马上就把他推开。可是没有想到这么巧，就被我老公看到了。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我老公的事。 我只爱他一个人，哎，不对，还有一个，我们的 baby。喂，还不道歉？老婆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你愿意原谅我吗？ 我都没有怪你，为什么需要原谅你？老婆，老公，等一下，老公，你真的不介意我们的 baby 跟 Alan 之间的关系啊？我的儿子长得这么像我，将来长大一定跟爸爸一样英俊潇洒。 老婆，我们一起给孩子一个温暖、快乐的家。嗯，老婆，等一下，那你跟 Alan， 早一天我会找他出来好好谈谈。如果他对你没有非分之想，只是一时喝醉酒做错了事，我应该会原谅他。老公。 妍子啊，这一次真的要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帮忙，我跟我老婆不会这么快和好如初。谢谢你，妍之。其实你们应该谢的人是洛琳和郑业，是他们救了 Yuri 和宝宝。
你还好吧？我 OK。你为什么不多休息啊？还到处乱跑？我和老公啊是特地呢来向你跟郑业道谢的。如果不是你们两个，我和宝宝都不知道会怎样。谢谢你们嘞。对啊，要我怎么报答你们，尽管说，我一定尽力做好。如果你真的想报答我们的话，那请你不要取消帝王宴。我真的希望老人们可以知道你亲手准备的美食啊。好吧，我答应你们，一定办一个最成功的帝王宴，让这些老人家们过一个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中秋节。太好了，老公。喝水。谢谢。姑姑啊，你明明放不下正业叔叔，为什么还选择退出呢？当我知道洛琳可以为了正业付出这么多，我就知道，就算我不退出，你也还是会撮合他们两个在一起。可是命运也把你推向正业叔叔啊！你们两个漂流瓶在茫茫大海中奇迹般的相遇，这是多美妙的缘分啊！那就当做我们轻轻的相碰，过后又被海浪推开。姑姑，那你不是很可怜吗？洛琳为了正业连命都不要，如果正业辜负她，她才真的是可怜。哇，这是恩情和同情，不是爱情。在爱情里呢，爱和不爱是最重要的。你懂什么？爱情不是你爱我，我爱你这么简单。好了，我要去见旧同学，吃饱了洗碗了。姑姑 ，I love you。我买了一些补品给你，怎么那么客气啊？小林呢？家公家不堪生。你老公刚过世，你应该好好调整心理，怎么忙着做生意呢？他们不让我插手葬礼的事，所以我就得做一些其他事，让自己忘记不开心的事啊。好好保重身体啊，你女儿还需要你的。都是我害死她的，怎么会关你的事呢？要不是我有肾病，我老公就不用自己开店，从早忙到晚，要到最后过劳而死。妍芝姐，你好。好久不见，读大学啦？对啊，大三。姐，厨房食物已经准备好了，还有什么要帮忙吗？不用，你去忙你的吧。不好意思。哎，马上来。很懂事哦。我这个弟弟很乖，帮了我不少。哎，这是我的新尝试，吃吃看，给点意见。好。平时不怎么喜欢吃马铃薯，不过我觉得很好吃哎。可是这家店的生意怎么还会那么差？慢慢来吧。没有什么时间慢慢来了。要是你们这家店撑不下去，下个月可能就会关门大吉了。其实关店未必是坏事，至少你经济负担不会那么重。不行啊，这家店是我老公的心血，我一定要做起来，让他开心。那钱方面，我会自己想办法的。啊，烦死了！开数球。喂，你有什么好烦的？该烦的是我和 Keith 好不好？下半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都还没有着落。
你又不需要担心这个，你烦什么啊？当然是有事才烦啦。最近啊，我看中了一双名牌的球鞋，还有一条牛仔裤，还有一个限量版的名牌包包，总共是6000块，6000块啊！可是我的银行户口，唉。嘿，兄弟，你要不要那么浪费啊？衣服裤子能穿就好了，包包能背就好啦，需要那么贵的吗？哎呀，没有钱真的很惨。到底要怎样以最短的时间赚最多的钱呢？你们知道新加坡最赚钱的地方是哪里吗？赌场啊。对了，所以赌是最赚钱的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去赌场搏一搏啊？笨啊你！我觉得啊，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3个自己开个赌场，不过却是非法的。对了，果然是聪明的好学生，一点就通。可是是犯法的嘞，富贵险中求。哎，炮，你怎么说？有钱赚的生意，我黄哥怎么会拒绝呢？那地点、工具、股本我这里出，你们就负责看场，找学校做宣传。member 收的越多，钱就赚得更多了。黄哥是吧？那怎么分账啊？7-3，我7，你们3。6-4，你6，我们4。年轻人，你有种，居然跟我讨价还价，我欣赏你啊！好，6-4就6-4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要出了事的话，你们自己扛，不能把我供出来，否则你们应该知道后果。我最讨厌出卖我的人。回来了。哎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的？我女儿受伤了，我们当然过来看看啦。就是啊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居然没告诉我们。要不是郑燕通知我们啊，要隐瞒到什么时候？让妈看看伤到哪里了。哎呀，痛不痛啊？不痛啦。你不觉得我这样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勇敢的女人吗？女人不需要勇敢，只需要一个勇敢的男人来保护你、照顾你。你妈说的没错啊。哎呦，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你妈妈说的对。女人是应该找一个能够保护你、照顾你的男士，所以，我们结婚吧。开什么玩笑啊！能够娶到美丽又知名的女主播是我的福气，我没有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德林，从你救我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知道我这条命是你的。我们是注定要在一起的，所以，我们结婚吧。我会一辈子给你幸福的，嫁给我，你愿意吗？那年会更冷，相信变成了某种特殊天分，缘分只是自欺欺人的天真。想念总是在夜里狂奔，特别像他着魔的眼神。你真的要跟洛琳结婚啊？你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！我没有。是不是因为洛琳救了你，所以你要以身相许来报恩？真的不要猜中啊！以恩报恩，真正的男人就应该承担责任的，不是吗？
可是你们之间有没有爱情啊？若琳她真的很爱我。那你爱不爱她？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吗？爱或不爱和爱情有关，和结婚没有关系。可是对我来说，没有爱情的婚姻迟早会完蛋的。我不是和你说了吗？若琳她很爱我。可是结婚是2个人的事，一个人的爱怎么维持啊？虽然我是很气你伤害了言之，但是身为你兄弟，我还是希望你找到幸福的。我一定会让若琳幸福的。那你幸福呢？你放心吧，兄弟，我也会让自己幸福的。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这段时间，很多事情在我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下接二连三的发生，一步又一步的把我推到这一步。虽然我不赞成你的做法，但是我还是会支持你的。谢了，兄弟。走，来。好。喂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怎么会没事呢？倒是无情却有情，明明有情，还要偏偏装无情，人生最痛啊！总好过有些人以为有形却无形，明明无形却还要装有形，人生最无聊啊！等一下，你说我啊？我是公认的超级型男，你说我无形？瑞阳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欧阳是有型，不过啊，他无心。人家的心情都那么坏了，你还拼命的捣苦瓜汁。你们不要想太多了。其实我……哦，不是，他不是说你，他说他自己。好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个嘛，就像我这种阅尽世间爱情的人才会懂的啊。你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奇迹，知道什么叫奇迹吗？我告诉你，比方说你爱上一个女人，可是呢，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，她很爱她的老公，绝对不会离开她的老公。可是没想到最后你们还是在一起了，这就叫奇迹。这样很奇怪哎，你为什么会把这个奇迹形容成这个样子啊？不懂是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打算浪费我的口水。你们在讨论什么？哟，准新娘、准新郎回来了，欢迎欢迎！谢谢。真叶，看到你们这么甜蜜的样子，我真是心酸呐。但是放心，贺礼不会少，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恭喜你啊！谢谢。恭喜，谢谢。恭喜你。谢谢，恭喜。谢谢。好了，我们这些失恋的男人找地方疗伤去吧。去哪里啊？走了，跟我走。哎，洛琳，婚期定了没有？婚宴打算在哪里举行？婚期正业的父母会决定。婚宴我还没有想到。一路上布满尘埃，风雨过后谁还？我还有工作要做。我们都在寂寞里。哎，为什么没有求婚戒指？哦，我的尺寸买错了，所以拿回去换。什么？戒指的尺寸也买错？男人比较粗心的嘛。没关系，你细心就好。哎，对了，我有几家婚纱店介绍给你，我去拿资料。哎，这今天报告，那我先看喽。幸福走散，还庆幸自己很强悍。我们都怕承担，不够勇敢，能不能肆无忌惮？爱不过一次地狱天堂。女儿的抚养权，她真的不能没有我的。以后又不是不让你来见小玲，
只是抚养权归我们，你1个月还是可以来见他1次的啊。可是妈，小林真的很黏我，她不能没有我的。哎，我们是他的爷爷奶奶，他跟我们姓陈，抚养权当然是归我们啦。再说，我们的经济能力比你好的太多了，我们可以给他比较好的生活。妈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努力赚钱的。我儿子已经给你害死了，我不想我的孙女跟着你吃苦啊。妈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把这家店做起来，达成老公的愿望的。Sunny， 你还年轻，还有机会改嫁，带着孩子会阻碍你的。爸，我是不会改嫁的。你现在当然是这样说啦，你还是省了吧。你这么穷，带着孩子很辛苦的。好了，不要吵了，钱的事我会想办法。我跟你说不通，我还是请律师来跟你谈。放心吧，你是孩子的母亲，我相信抚养权一定属于你的。是啊，他态度那么差，法官一定不会把抚养权判给他的。这栋公寓是我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，伯父？哎，你千万不要和我老爸客气，你相信我，他的收入绝对送得起来。你一定要收下，我还要谢谢你不嫌弃我的儿子的。哇，老爸，你需要这样说嘛？这条项链是妈妈送给你的，同样的，谢谢你不嫌弃我的儿子。还没有结婚我就一点地位都没有了，这个婚我不结了。没有，开玩笑。谢谢你们。是我特地为你选的，很漂亮吧？我出去听个电话。喂，我妈要动手术，我需要3万。又动手术了，是不是真的？你怀疑我？哦，不是的。你别忘了，当初我离开新加坡的时候，你答应过我，不管我有什么需要，你都会尽力满足我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担心。没关系，你可以说你不记得。毕竟，像你这样的人是可以不遵守承诺的，对吧？好吧，钱我明天就会给你。钟伦，你这又何苦呢？妈已经老了，迟早要死的，不值得你花那么多钱在我身上。妈，你不会有事的。等手术过后就会好起来的。园子是个好女孩，你一定要把她追回来。妈，不用担心我，我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。想在最短时间内赚到最多的钱吗？那就到我们 Happy Club 来，保证你只赢不输。预知详情，请电邮至 happyclub@zmail.com。哦，有看到，收到。哎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！哇，又来啊，那么捧场。哎，这次多赢一点啊，翻本一下，好吧？来，请。时机到啊！我的钱都输光了，回家拿。不行啊，我爸爸会杀了我的，那我也没办法帮你了。来，继续。啊，下次来。年轻人有魄力，好，加油啊！那，这是你们这星期的酬劳。谢宏哥。黄哥，听说最近警察查得很严，没有问题吧？没问题，加油啊！哦。姐，给你。
是什么啊？这些钱哪里来的啊？哦，炒股票赚的啊。这么好赚？哎，同学给的内幕消息很准的，不止我，其他同学也赚了。真的？真的啦，我骗你干嘛？股票这种东西很危险的，以后不要再玩了。不玩了，我赚过了就不玩了。嗨，嘿。嗨。我的2位当事人愿意付出一大笔钱给三里女士，只要三里女士愿意把孙女的抚养权交给他们。三里，你不要再逞强了，你的病要用到很多钱，小吃店也需要钱，你拿了我们给你的这笔钱，不就什么都可以解决了吗？妈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你为什么就是这么固执呢？可不可以给我当事人一点时间考虑啊？我们会再给你2个星期的时间考虑。如果到时候你还是不愿意接受我们提出的条件，那就只好法庭上见。三妮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尽力帮你打这场官司的。可是我希望你有心理准备，因为我们胜算不是很高。毕竟你家翁跟家婆的经济能力比你强很多。 再加上你身体状况不是很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你一定要尽力帮我姐姐，这场官司我们不能输的。我会努力赚钱，证明我们的经济能力不是问题。哇，我和 Boris 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所以我们不想做了。我知道应该见好就收，可是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！我一定要帮我姐姐赚够钱，证明她是有能力抚养女儿的，这样她的家公家婆就不会跟她抢抚养权了。 我从小就和姐姐相依为命，我一定要帮她的。我算过了，再多1个月，再多做1个月就可以了，1个月我们就可以不用做了。放过我好不好？好了，谢谢，谁叫我们是 brother？ 干杯！ 有人问我会不会觉得辛苦，其实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。这家店是我老公的心血，所以我一定要守住它。女儿是我老公的宝贝，所以我一定会好好把她带大，这样她才会走得安心。 接下来，让我们看一看一个女人为了守住对老公的承诺所付出的努力。有人问我会不会觉得辛苦，其实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。这家店是我老公的心血，所以我一定要守住它。女儿是我老公的宝贝，
所以我一定会好好把他带大，这样他才会走得安心。慢走。哎，欢迎光临。可以。哎，生意真的很好哎。对啊，经过你们报道，很多顾客特地来我们这里光顾。这就是媒体的力量啊！所以啊，你们要把这种正义的力量用在好的方面。我们会的。是啊，很多顾客也给了我们宝贵的意见，所以我打算研发新菜色。这想法不错。嗯。我们讨论过了，我们决定实现儿子的心愿，和你一起把孙女带大，还把这间小吃店做起来。爸妈，谢谢你们。是我们谢谢你才对，谢谢你这么爱我们的儿子。珊妮一家人终于团聚了。对啊，我们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。对了，这是三妮让我给你的，她说这是你最喜欢吃的。哎，这里有2盒，拿1盒吧。不用了，你看你最近都瘦了，应该多吃一点。嗯。对不起。喂。戒指修改好了吗？修改好了，我等一下回去拿给你看。那好，等下见。哎。嗯，东西掉了。我的结婚戒指不知道给我放去哪里了。会不会在珊妮那边啊？应该不会，可能会在停车场。走，我们去找。一路上转多少弯，才能看得见大海？我们都在换上辈子的债，忙打转，忙着计算，也算不到未来。装作去爱，找到了，是那么难。一路上布满尘埃，风雨过后谁还在？失而复得，真的很可贵。你要好好珍惜。对现实习惯无奈，却对感情为难。剩多少人能挣脱牵绊？我们都太孤单，不够勇敢，爱的茫然，爱的遗憾，让幸福走散，还庆幸自己很强悍。我们都怕承担，不够勇敢，能不能肆无忌惮？爱不过一次地狱天堂。一路上跌跌撞撞，有人来有人离开，我们都在狂欢里落单。越爱过，越受伤过，就越过足不前。要为了谁留一张底牌？